同学。对，好久不见了，好开心哦！最要好的闺蜜。对呀，太棒了！这位我小学的闺蜜，她曾经在38岁的时候得到卵巢癌，是属于细胞分化非常不好的那一种，但是她努力抗癌，在45岁的时候辞掉她的工作，从事铁人3项、自由潜水、美人鱼等等的极限运动。我们相约台南见，分享一下彼此的人生。那个湿地富裕，然后培育萤火虫，然后我们的台南市政府还突发奇想，要在那边种樱花。可是你想，台南这种天气，怎么可能种出樱花来？他种了好几百棵，通通死光了，真的录起来。真的，种樱花死光了。我去问人家，台南怎么可能？哇，你樱花种得好漂亮啊！他说这个樱花很好种啊，然后只要1个礼拜喷2、3次水就好了。这个最简单的樱花最简单，随便怎么种怎么活的。台北是有机会有樱花，像我们家那个巷子哦，就有一家人有种樱花，每年都会开。其实台北就够冷，可是你说台南这种天气，哇，那个真的是那可怜人吗？对，太热了，最近都缺水，我觉得看起来。这连这个水都很少。光秃秃的。那我常常找，就是在多练跑步的话，我就会从我们家离这边很近。真的、哦？对对，所以就常常会到那边来。你要陪你老公啊？都有。你跑步要跑几公里？不一定啊，就是如果一般练跑的话，3公里、5公里、10公里都可以啊。对啊，就是让自己。不是按你三铁是跑几公里？三铁有赛是几公里？三铁它有3种比赛，一个叫做标铁奥林匹克标准赛，那是515，它是由1500公尺，然后骑车40公里，对，然后再跑10公里，10公里，对，然后那个是叫做515，对，那如果说到113，那就是由1900公尺，然后呢骑车90公里，然后再跑一个半马，21公里。那如果是226，那就是真的 Ironman 了，就是你如果是要成为一个 Ironman 的话，那就是要由3800，然后再骑好可怕，180公里，180公里，然后再跑一个全马。哇，那个真的是不是人。那全知道多久啊？如果是这种 Ironman， 看人啊，有些人根本回不来啊。give up， 你知道吗？好量不减了。你妈有很胖吗？还好啊。就是她，其实就她现在大概60几吧，她现在要60几公斤。对，还是有点超，不是完全就是。这大鱼好多哦。它不是完全的，就是说人造公园那样子，不是。哇，那么多。那是乌龟，好大只，你看。对啊，它真的好大一只，已经变好大只的乌龟了。对啊。乌龟能够活到280岁。哇塞！你看它这样蜿蜒，对。对啊。对生态的环境的破坏，对，其实比较少。那因为如果对你踩在地上，对，没有错，生态的破坏比较大。对。那穿鞋子。可是我儿子说他给他的猫咪戴帽子、穿鞋子，然后猫咪走路姿势就很奇怪。人家狗也是就不肯穿，它就不肯穿。对啊。8颗，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哎。我的感觉会是一个人的名字，关系，那我就不知道了。Google 一下也许有吧。对啊，给他 Google 一下，到底是什么？是他捐的还是怎样？台南在地的美食，首推就是温体牛肉汤。同学还告诉我们，只要不要碰到礼拜4，就一定有温体牛肉汤可以吃。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牛肉汤，已经
经营30年了，到底哪一家牛肉汤是最好吃的呢？销魂牛肉汤，一碗入魂，在网络上各有论战，各有拥护者。其实我们吃的是熟悉的滋味，慰藉的是我们的乡愁。其实呢，那个赤坎楼旁边就是海港，那所以说很多人都是以海为生，或者在码头工作，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都要扛很重的东西，或者是务农。所以如果你没有吃牛肉的话，没有力气，所以他们就用吃这个清烫的牛肉来增加自己的蛋白质还有血气。所以早餐吃牛肉是一个非常营养而且很需要的耶。跟那一个烘园的早餐是不一样。烘园早餐打工的都是一碗那个大羹面加一个他们这个爪鸡米加那个猪的那个猪杂汤。猪杂汤，那个我也爱。那个对，猪杂汤加爪鸡米是典型的在烘园他们吃的那一个做工人不吃的那种早餐，而且那种生意都很好。那个铁道旁边就有一个小的海堡，然后里面就是板凳呢，长板凳。对，这是我才知道哦，他原来是在公园人的早餐，就是家乡的味道，有没有感觉？很多人吃都是就是这种乡愁啊。可是我从来没去吃过，我从来没去过。因为他不吃所有的。台南赤坎楼是一级古迹，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曾经是御敌的最佳的一个堡垒。我没想到你半票。我本来市民免票，可是我居然身份证没带出来。哦。太夸张了。我看他拿老人卡，反正人家不相信我们老人在这，像老人吗？对。已经太久没背了。因为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头上心想，培训班，然后台南市政府如果有外国宾客，他们需要英文那个介绍，他们就叫我去。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很好玩嘛，这样多少钱？对啊，那随便你随便讲出你知道对不对？在历史的变迁中，这儿曾经是荷兰时代的城堡，是清朝时代的中式阁楼。哇，他这样只有开饭那才敢收门票。哦，对啊。也是日本时代的陆军医院，见证沧海桑田，一级古迹。后面的这些有没有？他们也那时候都可以进去嘛，他们都有去挖。可是就是再往下走都是水。因为以前这边是海港，台南有那种所谓的5条通，你知道，就是从海，然后就是巷子一条一条的进来，然后就是旁边都是那种就是靠水为生的人那种码头啊什么的，蛮有趣的。赤坎楼是当时的政府所在地的意思吗？对。他文笔很好，他每次皇帝要点状元的时候，一看到他本来是点他要当状元，结果呢，长得太丑了。通常状元都是要皇帝就会捡起来当公主的驸马嘛。可是每次就是选到他的时候呢，本来要选他，可是一叫出来一看呢，不行，所以他就是落选了好几次。后来他就一头撞死。所以上天就把它升为天上的这个魁星，送人家。对，就是给人家的。对。所以看要不要买一次回去？我都有帮我儿女他们考试的时候，我们都会来搞这个事。对，很好玩，就是魁星。而且这个还就是给人作答的，就是呢。还有一阵子我们这边晚上那个就有音乐会，你知道吗？会有古典音乐演奏什么的。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挺好的。因为我跟我老公的感情非常非常就是相处那种相敬如宾，你知道吗？乡人为国到自己还活着，
曾经是我们全台南最高的建筑物，制高点。对，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海边，敌人来攻。对，哪一面？我不知道，因为这边是正面。哦，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说我们这边会朝海。我猜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对啊，所以这边它是有填海吗？没有，它就是还是以前建筑物没那么多。第一个以前建筑物没那么多，然后沙洲累积，所以我记得反正以前我都会讲这些，现在已经真的太久没有忘了。你看这里是麻豆哎，骁龙，然后北纬郑成功站，好吧，搞不好是这里吧，随便讲一下。我们这个都是我们的弱点，致命伤，这两个都是我们的致命伤。原来材质。现在是死巷。可是就是说，我觉得它这边还有一些砖或石是原基，就是你看它的粘合，它是用那个糖，你知道，用蔗糖或者是反正就是用糖的东西，然后再去跟淀粉什么搅和，然后把那个砖头粘在一起，或石头粘在一起。像这些碑文也都是从就全台南各地收集，这边碑文都是。哎，这是汉字嘞。对，还是会有一些汉字啊，有满字，就是有满字也有汉字。那光绪年间的，就每一个他都就是他们就是从台南这边发现，后来然后你们就把它通过起来。这是手木的。手木就是在坟墓前面放的东西，就石马。然后拍照上去可以看到赤坎楼，然后或是这个圆门，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啦，最经典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怎样拍可以拍，怎么拍可以拍到这个赤坎楼。因为现在因为太阳从那边来，然后下午的时候太阳点会在南边，它这样拍过来就那种金黄色就很漂亮。哦，真的有时候是小事。然后我都觉得，哎呀，这样好累。对啊，有时候想说算了，是真的，就放下吧。对啊，这样才有办法修成正果，不然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做。你不要说跟老公，那同学的弟弟台大一个介绍给我。然后我跟交往了以后，我真的是受不了。怎样受不了台大一个？不是啊，就是。反正没有，就是我说那个人，我就没有欣赏他了。哦。相传这一棵梅花，从明朝宁靖王所植到现在。就叠在一起，然后你看那只乌龟头伸那么长，那个是好长的头啊。3只乌龟叠在一起的，还有2只乌龟叠在一起。对呀，然后头，你看他们为什么要伸那么长？你看那个乌龟的那个头啊，那只最大的。对呀，乌龟要下水吗？好好玩，好好笑。叠在一起。我觉得那个你们真的如果对佛教有兴趣的话，有，我蛮推荐那个就是那个佛陀之旅。我觉得它的就是整个还蛮有意义的啦。可是这么多年，对，那已经大概30年前。你们像那个日月潭，不是有人手机掉下去了吗？最近对呀，那根本不可能，好不好？别傻了，来，我们来，我们是指荷兰人吧？虽然我们把荷兰人逐出去。义载京城，内庭万流砥柱，皆为沈葆桢之手。就大榕树。这边的榕树最漂亮的还是成大那一棵国泰世华，不是有一棵榕树吗？那个就是在成大的榕园。有空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去那个榕园拍照，我觉得那地方很漂亮。它那边也有一级古迹，就是那个城门，我们旧时候的。义载京城的大炮是源于当时日军犯台牡丹社事件。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朝廷架设仿西式的炮台，延请法国人设计，于光绪2年1876年完成。在这个
大操场上，沈葆桢也在这儿练兵操演，捍卫我们的疆土。义载京城采西洋式的红砖建筑，四周有护城河。此西式炮台可是台湾的第一座。当时建构此炮台时，因为地处沙洲，所以材料取得和运送不易。据说多处城砖来自于当时已成破墙残瓦的安平古堡。这真的炮，真的炮呀！这口径算多少？35有。哦。这一门大炮3个，那边2个。所以这个是很那个，当时很重要的海防。不过这是本来就在这儿的，还是后来把它移过来？这个真的就不知道了。这是真在这里。船舶要入港，然后要那一个填岸的地方。可是你说左右位置有没有位移，那个真的很难讲，因为你到哪里就变成福地。那有些人就是，我觉得就衰爆的。对，有些人就是很努力，你知道，可是他到哪里就衰到哪里。对，衰爆的。我就自己知道说，我就不要，即使我再喜欢这个人，我都不要常常跟他在一起。哦，因为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真是真的，对，生活多元化很多。那我女儿是她从小，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她得来不易，你知道，所以我小时候小公主，我那时候就是癌症，然后可是就是我身体又开始就过了5、6年，她小学3年级9岁的时候，8、9岁的时候，我本来康复了，可是我身体急转直下，就是我身体就变得非常的不好，就在我女儿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45、6岁的时候，我就跟我老板讲，我说我真的不行了，我再做下去的话，我大概就 game over 了。那时候把工作quit掉以后，我才开始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我才回到家庭。这一家。因为春卷没有开，然后阿松挂包排太久。你记忆中的美食是什么呢？能慰藉你的乡愁吗？